这次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本来想高调登场，表现中俄兄弟情深，联手对抗美国的战略默契，谁知道结果却一幕比一幕尴尬。阅兵台上刚刚握手，转头普京就热情拥抱金正恩派来的军官，把老朋友习近平晾在一旁，前脚还在嘴硬批评美国，后脚就传出俄美可能全面恢复外交谈判，更别提川普放话几天内要宣布一个震撼世界的大消息，大家都猜是不是美台建交。同时罗马选出史上第一位美籍教宗，狠狠打脸中共多年来企图染指教廷的野心。这趟访问俄罗斯的外交大戏，原本是习近平精心设计的帝王式登场，最后却像极了一场笑里藏刀的政治翻车现场。你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杨正。现在带你来看，为什么这趟访俄之行让习近平进退失据，颜面尽失。5月9号，中共党魁习近平现身莫斯科红场，出席俄罗斯举办的二战胜利日阅兵典礼。现场气氛看似隆重热闹，但就在阅兵结束后，发生了一个非常微妙的场面。根据台湾自由时报报道，阅兵典礼结束时，俄罗斯总统普京接见来自朝鲜的军事人员，并与其中一人拥抱。普京的热情溢于言表，他对数名立下战功的朝鲜军官说：“祝福各位与你们的部队一切顺利。”这种场面连中方都没有享受过。你没听错，朝鲜军官才是普京这场阅兵后最想见的人。相较之下，普京与习近平的互动则显得拘谨冷静。两人虽互称朋友，却完全看不出哥俩好的亲切放松的感觉。有分析认为，这是一种公开的外交姿态表演。普京刻意在习近平面前展现与朝鲜更密切的关系，借此向中共施压，或者说向北京释放一个信号：俄朝正在走得更近，中共若不加码，就别怪我另投怀抱。这样的场面对习近平来说当然是不乐见的。BBC 引述布鲁金斯学会学者帕特里夏·金指出，普京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关系的紧密化令中共官员不安，俄朝防务条约的签署加深了这种焦虑。在中方看来，越来越需要担忧的是，俄罗斯与平壤日益扩大的不透明军事联系及其可能在中国家门口创造的不稳定。更让习近平尴尬的是，就在他出席红场阅兵为普京站台的当天，俄罗斯却传出正与美国接触，准备全面恢复外交关系。根据路透社和塔斯社等媒体的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和美国代表团计划举行新一轮的会议，以期全面恢复两国的大使馆相关工作。里亚布科夫在莫斯科对媒体说：“是的，这次会谈会举行，目前还没有具体日期，但双方都理解有必要保持接触。这一方向总体上是可行的，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需要进一步推动。”这让习近平情何以堪？他这趟访俄在公开演说中句句针对美国，话里话外就是想把俄罗斯绑进反美阵线，来加强中俄命运共同体的形象。但俄罗斯这头却正在摸索怎么和美国重修旧好，这让习近平看起来像是被摆了一道。对中国国内那些被洗脑多年、热血沸腾反美的小粉红来说，这就更难接受了。你领导人不是说美国亡我之心不死吗？怎么你拉着普京一起唱反美，普京却在你背后谈合作？这一来一回，习近平不但在外交舞台上吃瘪，回国后还要面对自己煽动起来的民主主义情绪反噬。说穿了，
他不但没有赢得俄罗斯的绝对忠诚，反而陷入了对外尴尬、对内难交代的双重困局。美国总统川普近日语出惊人，公开宣称将在未来几天宣布一项震撼世界的大消息，引发外界疯狂猜测。台湾时间7号凌晨，有人发现美国国务院突然将有关美台关系的大部分页面内容撤下，目前仅留美方对中共今年4月在台湾周边军演的声明及旅游相关资讯等。因此，不少台湾民众猜测，该消息可能与台湾有关，甚至有人猜测美国要与台湾建交，承认台湾为独立国家，认为只有这件事才算真正能震撼世界。试想一下，习近平这次出访正想营造中国是世界新秩序主导者的形象。习近平临行前还特意在俄罗斯媒体发表文章谈到台湾，声称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那边川普突然来一记重磅炸弹，宣布支持台湾独立，对中共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喝。如果成真，这不只是脸面挂不住的问题，而是中共整个对台战略、对美交往框架可能瞬间瓦解。即使不是与台建交，川普这种抛震撼弹式的手法，也让北京陷入极大的战略焦虑。对习近平来说，这不只是外交失控，而是全面的危机四伏。还没结束，另一场让习近平头痛的外交打脸也在罗马发生。罗马天主教新一任教宗选举结果揭晓，由美国籍的普瑞福斯特当选，名号为 Leo 14世，成为史上第一位美籍教宗。川普随后在自家社群媒体平台真相社群发文写道：看到首位美国籍教宗出现，真是无比的荣耀。他说，这对我们国家而言是多么令人振奋，多么伟大的荣耀！我期待和教宗Leo 14世会面，这将会是非常有意义的时刻。但对中共来说，这恐怕却是一个噩耗。中共多年来一直试图染指梵蒂冈，甚至在教宗空窗期刻意操作2场主教选举，借机扩大对教会的控制，让曾任政协委员、上海教区副主教吴建林当选辅理主教，并推选李建林任河南新乡教区主教。李建林是河南省禁止未成年人参加弥撒通知书的签署者之一。新当选的主教名单将交由梵蒂冈批准或否决。现在美籍教宗一上任，中共的如意算盘很可能要落空。习近平这次访俄之行本来是想展现其在国际舞台上的主导力，向世界证明中俄是抗美主力联盟，并强化其作为大国领袖的形象。结果呢，普京在阅兵现场拥抱金家军，让习近平心里泛酸。俄罗斯转头与美国修复关系，让中方措手不及。川普高调准备投下外交震撼弹，让北京战战兢兢。梵蒂冈选出美籍教宗，中共宗教战线彻底崩盘。从每个角度看，这场外交秀最后都变成了政治翻车现场。习近平想借着出访强化自身正当性，没想到却被夹在东西两边，里外不是人。下一步，习近平会不会选择更强硬的方式转移焦点，或者会做出更激烈的外交或军事动作来找回场子？答案值得我们密切关注。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